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深夜研究所。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光的力量，安藤忠雄的作品，如何利用光呢来雕刻你的空间。然后我们来看安藤忠雄呢如何把这个光的这个力量呢发挥到最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光的美感在空间里面游走，然后让你感受到这种空间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先到他的这个安藤忠雄的网站去看一下他的这个介绍，还有他们公司。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安藤忠雄的公司，到安藤忠雄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事务所，他们叫做建筑研究所。那我们一般都讲这个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那日本这边是把建筑师事务所呢讲成这个建筑研究所，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那看到这个安藤忠雄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一个处理光的这个建筑大师。那他在这个大阪呢，1941年的出生。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1969年成立这个建筑师的这个事务所。1969年呢，就是他在这个28岁的时候成立他的这个建筑研究所。那再到这个1979年，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住吉的长屋呢，他时隔10年之后呢，这个住吉的长屋呢，他设计的这个住吉的长屋，同时呢，他又获得这个日本的这个奖。在1993年，他获得日本美术协会的奖。到1995年呢，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他获得这个奖的时候，算是很早获得，而且很年轻。那时候获得才51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官网，然后呢，你看这个安藤忠雄，他1995年获得的。然后这个丹下健三呢，1987年获得的。当时丹下健三已经74岁了。然后在第二个日本获得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呢是这个曾文彦。曾文彦他那时候获得的时候，1993年他获得的时候已经是65岁。那安藤忠雄才刚满50岁，51岁的时候他就拿到普利兹克奖。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建筑界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震撼，而且很厉害，就是说很年轻就拿到这个奖。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个安藤忠雄他们并没有学建筑，没学过建筑，但是他没学过建筑，但是他可以拿到这个建筑奖，是蛮厉害的一个，算是艺术家了。那普利兹克建筑奖呢，在他之后呢，还有几个建筑师也获得，像这个妹岛和世跟西泽立卫2010年，还有在这个2013年的这个伊东丰雄。再来就是在这个最近2019年，基奇行也获得这个他的奖，所以安藤忠雄也算是他们这个建筑界里面这种野武士，就是建筑之外的这个非建筑专业的获得奖。但是之后他也学习了建筑，然后也拿到建筑师执照。那我们再回来看他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1995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他在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呢，他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建筑奖，几乎各种这个大奖，还有一些比赛，他都也拿到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项目。全世界各国他都有他的重要的项目。他在获得这个普利兹克奖之后呢，就分别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哈佛大学担任教授，然后这个应该叫做拜访教授。然后在这个东京 Tokyo University， 在1997年的时候，在东京大学就担任教授，一直到2003年被颁发这个荣誉教授，一直到现在，他都是这个东京的这个东京大学的这个荣誉教授。所以你看，我们看他的一生，感觉就是一个为建筑热爱而生的这样的一个人。就算他没有这个建筑的专业，但是他也是取得了这样子的成就。这一点是我们在学习建筑跟创作的时候非常就是给我们很激励的这一点。那这个是他的这个
很简单的一个简介。所以我们在看他这个1969年成立事务所，在10年之后，他做了这个住吉的长屋，获得了很多奖。那再到之后，再拿到住吉长屋之后的13年，在51岁的时候就拿到普利兹克奖了。那到现在呢，他现在已经82岁了，他还仍然在创作他的这个建筑，光的建筑。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他的作品，他的这个网站还是相对的比较就是简单，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建筑的照片或说明，因为本身这个安藤忠雄的著作已经很多了，所以在他的这个网站上面呢，相对的它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每个重点稍微罗列出来，比如说从建筑开始是它的原点，一开始设计的这个建筑，然后后来有很多跟光有关的一些教堂、宗教性的这个空间，再来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种建物，然后综合体的这种建筑空间，甚至是其他的这个美术馆啊、博物馆啊都有，也有一些办公室啊，一些这种国家类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建案。那我们今天呢是主要来讲这个光，就是跟它光有关系的这些建筑作品，然后它是如何利用光在它的空间里面，然后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光的力量，而且这种光带来的这种建筑的美。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封面呢来看到，就是说安藤忠雄呢在设计空间呢，把光利用到空间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法。我们要回来知道说，他从这个手法呢去设计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设计这个光的建筑。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就是说让安藤忠雄感动的光建筑呢，是因为他去旅游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建筑，他特别对建筑感到这种喜好。然后呢，他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罗马万神殿还有两枪教堂，他被这2个建筑所就是感动到，他看到的这个光在建筑里面给他带来的这种感动，他就是很想把他这种感动呢创作出来，然后一样在他的建筑空间中呢，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那所以这2个建筑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罗马万神殿，万神殿是在古罗马时期，那时候这古罗马建筑上面有这个文字，它写的就是说在那个阿格里帕第3世担任这个执政官时候所建的，但是详细的这个时间目前没有办法考察出来。那罗马万神殿，我们要就是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罗马万神殿，它其实就是希腊那时候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就是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柱式，希腊柱式，然后有有楣梁的这个结构，然后上面有一个3墙。然后罗马那时候的建筑的特色呢，跟这种柱式不一样，它是用这个砖墙，然后那时候发明的一个新材料叫做这个混凝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混凝土。那你看它这个用在它这个建筑的这个拱的这种拱形哈，就是古罗马那时候所发明出来的。那我们这个罗马万神殿呢，你可以看到它是43.44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圆的一个圆拱，然后43.44米非常的高。如果说换算成我们一个楼层换算成是4米高的话，那它有十几个楼层那么高，10几楼。那上面呢，它开了一个8.9米的这个洞。那8.9米这个洞呢，就透过这个洞这个圆孔，让光线还有这个雨水还有风从这边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所以这个建筑会让你就是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到这个空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光线
带来的这种震撼，而且这个光线会随着这个时间而移动，所以这个建筑会让你真正感受到这个光。那罗马万神殿，它这个时候，那时候它在罗马万神殿的时候重建的时候，大概是在西元120年到125年之后新建出来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罗马万神殿。那它上面的这个，我们这个墙面墙面是用这个砖跟这个石头、大理石附着表面，然后里面有这个砖造的结构，然后上面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砖造结构，但是到圆弧这边就是用混凝土来做的。那混凝土呢，它那时候的混凝土是水泥，还有加上这个火山岩。那这个技术是怎么样教出这样的一个圆弧的？到目前我们也未知，因为这个是3.44米这么大的一个长度，然后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人怎么利用混凝土把它浇灌出这样子一个大湖？到目前我们也不晓得当时的工人是怎么样把它盖出来的。而且你看上面的这个8.9米的这个圆孔其实蛮大的，它长度就是有差不多2个楼层这样子的长，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这个安藤忠雄去到这个罗马万神殿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个光的这种震撼，他被感动到了。这是第一个他感受到光的建筑。那第二个感受到光的这个建筑，对他来讲呢，就是这个可布西耶的这个朗香教堂。1954年盖的这个朗香教堂，一样的是这个朗香教堂呢，它也是混凝土。在工业革命之后，已经有钢筋混凝土，所以这个是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建筑。只是说这个钢筋混凝土它的表面它是有上漆的，但是它是非常粗糙、非常粗糙的这样的一种混凝土的表现的形式。那这个对这个建筑大师可布西耶来讲，也是一个他新的一种创作，因为在他之前的时候，他的创作是现代主义嘛，寻求的这种比较规整的这个原则。但是到这个时候，可布西耶在设计廊香的时候，是大家说是一种粗犷主义，就是很粗犷的，把这个材料直接外露了，也不做任何的装饰。但是它这个部分它是有上漆，就是把这个材料呢直接上了一个白色的漆，但是感觉看起来还是有点粗糙，非常的粗糙。那安藤忠雄在这样的空间呢，他说他被这一个光从这个侧面呢打到他的身体，他被这种侧光打进来的这种效果呢，感受到一种震撼，好像光真的打在他的身体一样，一个一个的。它不是一个光，它是有很多的开口从天，然后光打到他的身体，而且它有不同的颜色，所以对他来讲，他有点就是一样被震撼到。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罗马万神殿，它是上面下来的光，那可布的这个可布西耶，它的这个朗香教堂是侧面把光打到这个空间里面来，然后大大小小的开口。那我们要聊一个，就是说，光在空间、在建筑里面，我们应该是要感受到光，但是光的这种力量带来的这种美学，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的这种反差，这种美学呢，在我们空间中其实应该有，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感受到这种光的美。那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光呢，在我们在运用到我们空间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只是关注这个光线本身的时候，这个光线无法带来这种力量。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关注一点阴影、阴暗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个阴暗会让这个光凸显出来，这个反差会让这个光更凸显出来，这个光的力量会更强。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片，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它这个光从上面顶面下来的时候，你看它中间有一个阴影，就是因为这道阴影
让左右的这个光更凸显了。这个中间这个梁哈形成的这个黑色阴影，如果没有的时候，你更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光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游走的这种时间，还有这个光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阴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光的力量相反来讲是阴影促成的这个光的这种的强度。所以阴影在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安藤忠雄来讲，就是在他空间设计的时候，他不只是要运用光，他还要思考如何创作出阴影，然后如何运用黑暗，就不只是这个亮的部分，黑色的这个阴影更是重点，就是更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东西方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这个阴影带给我们的这种效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建筑，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它其实是由阴影带出来的这种反差。如果空间都很明亮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阴影，也看不到这个反差。那这个思维就是这种阴影跟明暗，它是一个重要的一种平衡。那我觉得思维上面就是东西方它有点不同，像东方的思维，我们知道，你看右边的这个太极阴阳图，它讲的是阴跟阳，然后是平衡，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一个东方的一种哲学思考。那在西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东西符号，好，我们拿2个符号来探讨一下、研究一下。那西方的这个十字架这个符号呢，代表的是一种英雄，我为人救赎，然后我是光明的，我是光明的化身，然后我要来就是我要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所以我是光明的化身。所以西方的思考是着重在先要想光明这件事情，东方的呢是先想这个注重这个阴暗，注重这个黑暗的部分，注重这个阴影的部分，我们再来讲到光明。就像我们讲阴阳，我们不是讲阳阴，我们是先讲阴再讲阳，所以我把这个阴放在前面，就是比较看不到的、比较暗的这个东西我们放前面。所以东西方对这个就是光明跟黑暗这个事情，两边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东方思想觉得说，光明是因为有黑暗，有黑暗才有光明。在西方讲的是我是光明的，全世界就是光明的，我们是从光明的世界来的，我们要拯救黑暗。所以这个东西方的思考在这边不太一样。如果从这一点来思考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从这一点来思考建筑，你会发现安藤忠雄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黑暗，你会看到很多黑暗的这个阴影的部分，然后这个黑暗在建筑里面是一种比较昏暗的状态。这种昏暗的状态跟西方的这种明亮的空间状态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它这样的空间就富有东方的这种哲学上面的这种思考，就是我关注这种阴影的空间。为什么？因为我要创作出光，那我要让人看得到光，我势必要有阴影的这种反差，我才看得到这个光线。就像这样子的空间，我必须要室内是一个暗的状态，我才看得到这个太阳进来到空间里面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安藤忠雄是日本人，日本人呢，在东方里面呢，他对于这种黑暗啊，他更注重在于说，对这种看不到的，然后这种黑暗的、阴暗的这样子的思维呢，我们刚刚说这个东方的是阴阳这种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日本的这种美学哈，日本的美学它很多是在赞美这个黑暗的，赞美看不到的这个东西，然后赞美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的这种美。譬如说这个阴翳礼赞，它就是这个古崎润一郎他在赞美，他说
我们要赞美这个就是阴暗的空间。这种阴暗的空间带给我们一种以前的舒适，不像西方的都是灯光，很多的这个灯泡，很多的灯。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是蜡烛啊、油灯，然后是昏暗的。但是这样的空间其实是很美的，这样的空间是跟自然就是生活在一起的。阴翳的礼赞就是这本书讲的，就是我们要赞美嘛，赞美这个黑暗的，赞美看不到的。那他这个阴翳礼赞里面呢，他讲了很多这种阴暗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甚至是厕所也要赞美这个厕所。厕所虽然是一个很脏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让人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就是厕所这样的空间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它不是一个脏的世界。所以在日本的这种哲学来讲，它其实是对这种阴暗跟黑的这种，他们更去思考，而且觉得这样子的美会带来人生一种更深层的这种深刻的这种美。那说到这个阴翳礼赞呢，我们再讲到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茶经，这个千利休的这种哲学，就是美的。他们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侘寂风呢，就是跟这个思维是很雷同的。然后这个千利休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茶圣，就是喝茶的这个，就是茶道的这个创始人千修利，他的这个茶道创始人，然后也是美学的一种创始代表。他们这个美学，而这种美学呢，是最大的成就呢，是建立在千修利为了美而死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为这个，就是他为了丰臣秀吉帮他就是举行这些茶的这种茶会，那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呢，没有办法服从这个丰臣秀吉他的这个思考，所以丰臣秀吉给他赐死。那他也就自杀，就为了这个美，他认知上的这种美，那所以很深层的这个，就是说美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可以为美而死，它这就是达到一种美学上面的高度。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对这个日本来讲，也不是一个就是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种成就，而是一种完成。那这个空间哈，名古屋故居这个在江户时代它的这一个居住的这个房子，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它在利用光的时候就是一层一层进到空间，然后把这个光线挡住，然后再让它进到空间，然后空间里面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比较暗的、比较昏暗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感受。那这样子的空间呢，很适合摆放一些金色的物件，像漆器，还有这种就是金色的这种作品，就是像漆器这样的一些器物啊、茶具啊，还是有一些装饰。所以你看它这个我们左边的这个《阴翳礼赞》这本书，它本身就是个金色的嘛，然后配合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这张图黑色的底，然后你会觉得这个金色凸显得更美。这种美学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了日本他们的这种对美的这种思考。那我们思考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阴影跟这个光线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来学习安藤忠雄运用光。那怎么用光呢？第一个就是要创作阴影，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封闭的盒子。然后这个安藤忠雄说，他的建筑呢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思考自己、思考生活、思考未来。
那这个封闭的盒子就创作出了阴影。再来，我们在这个盒子里面呢，我们开洞，在底面或侧面来开洞，让这个光线进来，我就看得到这个光了。安藤忠雄说的，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光线是最重要的控制因子。那再来，因为空间如果只有一点点的光线让光进来的时候，可能不够明亮，那我们可以在局部的地方开一些大片的玻璃窗，然后最后再加一点这个人造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创作出一个光空间，让人感知到的。那我们拿它的一个案例来解说，就是这个小底 Koshino House 这个小底的1984年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那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我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黑色的空间里面呢，你看到这光线在这边移动。这个住宅呢，安藤忠雄设计。那我们现在把它模拟一下，如果它是一个黑色的空间，那地板的部分我们还是用这个就是木板，因为地板如果说是深色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太清楚整个空间的那个感觉，所以地面我们还是用这个木头的这个木地板。那你看上面它开了一个长洞，然后右边这边呢让一点光线进来，但是不影响我们看到它就是前面的这个光在我们空间中流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觉得黑色空间对于我们来看光了来讲的话，这个黑色的空间呢，这个光的感受可能会太过于浅，就是这个光的变化，你看可能会整个空间太深了，看不是很清楚。那我们把它改成一个白色的空间来看的话呢，你看这个白色的空间，光就很清楚看到了，然后这个空间变得很透亮。但是这样子的白空间的光线，我们如果只是看光线在里面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色的这个阳光啊，打在那个墙面上的时候，其实是蛮亮的，而且有点刺眼。就是这个亮度可能有点太亮，然后它会有点刺眼。所以最好，如果我们要看光线在空间里面跑，就是流动的话，最好是在一个灰色的盒子里面。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盒子，这样子太阳光在这个墙面上面，它既不会看不到，然后它也不会太过刺眼，它会比较柔和。那这就是安藤忠雄最后选择这个清水膜的原因之一，因为它这个光线打在这个清水膜上面的时候，这个光线它是比较柔的，就是当然它也很强烈，但是它如果说我们要欣赏光的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是在白色的墙面上有点太刺眼，灰色的这个空间特别适合，就是光线打在上面，然后我们看这个光在这个空间有移动哈。那我们刚刚说，你看这个空间里面，它上面也是有一个梁，然后把这个阴影的这个斜线有没有带出来？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在空间里面你要创造一个阴影的，不只是这个光，它你看还多了一个阴影的这个带状的这个阴影哈，你就可以更感受到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随着时间移动。那你们看这个空间，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在白天的时候，现在是白天，这个光是从下面的窗进来，但是慢慢到中午，你看现在中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光就看到再跑到那个后面的墙面，然后到慢慢到傍晚它就不见了。这就是安藤忠雄光在空间里面所带来的这种震撼，就把时间让你去感受到了。你不只感受到光，你还感受到光跟时间在你的空间里面流逝，感觉很有这种诗意哈，就是光在空间里面移动，然后流逝消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种感受哈。所以
光在安藤忠雄里面呢，它就变成非常有力，而且是所有的建筑师里面呢，它是最强烈的，让你感受到光在空间里面移动，而且是让你就是欣赏这个光。所以为什么他这个51岁就拿到普利兹克建筑奖，就是他运用的这个手法非常的强烈，而且可以让你真的是感受到。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手法在空间里面，它其实是有点昏暗，因为要感受光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看的，你必须要有阴影，要有黑暗的阴影，你才能感受到那个光。所以，如果在住宅里面，你的空间是偏昏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般的业主可能不会太接受，说我的空间是暗的，然后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光的变化，我的空间基本上还是比较昏暗的一种呈现。所以安藤忠雄他不只要创作这样的作品，他还要说服他的业主说，我盖出这样的作品很棒的作品，然后让你可以感知到这个空间，然后是非常值得你拥有的，他还得说服业主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作品，他有很多的挑战，他这种挑战不只是建筑本身这个光要进到这个空间，还有一个就是业主，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清水模。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建筑啊，从罗马万神殿到这个朗香教堂，再到它的这个混凝土的时候，它这个混凝土也是钢筋混凝土，跟这个可布西耶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用的这个混凝土是清水的模板，清水那个地方的一个模板，然后把它灌注这个清水板，但是它拆掉这个模板的时候，表面是光滑的，所以光在它的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个墙面它不是粗糙的墙，它是一个比较偏光滑的，但也不是全光滑的，它是有部分是光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它还是有微微的一种反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的这种模拟一样。好，那这个是从上面下来的光线，对吧？那上面下来的光线的话，如果是运用到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如果是顶上面下来的这个光线的时候，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Koshino House 这个小小底的这个建筑住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这个刚刚从就是顶上下来的这个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Koshino House 的这个效果呢，我们再看其他的，就是设计师一样，就是从上面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光线。那我们刚刚说一个白空间、一个灰跟一个黑的空间，那我们可以看有一个建筑师的确做了一个黑空间，而且是从底面下来的，那就是 Peter Zudo。然后他这个设计的这个教堂，2005年，那白色空间，然后从上面顶阳光下来的空间是这个 John Parsons 在2008年那时候他设计的，一样是一个教堂空间，但是你可以发现它这个上面这个光啊，它并没有让光整个下来，它就是让光停留到上半部这里，因为整个光全部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可能真的太反差，眼睛会不舒服，所以只要这个边上面是微亮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效果气氛，就是带来那种天堂般的感受就可以了，就不用让它整个发亮这样子。那安藤忠雄呢？这个空间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就是光之教堂的附属旁边的一个附属空间，可以当做教学来使用的一个空间，然后当然也可以当成是礼拜的空间。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从光从上面下的时候带来的这种阴影。所以我们看它的空间的时候，不只是光本身的美，还有那个阴影的那个线条在它的空间中移动，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阴影的话，光也不存在了。这样，所以你说注重光本身，其实更要了解阴影怎么产生在空间里面，这个阴影对空间带来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创作光的空间，不只是利用光，我们还要设计，我们还要创作，我们还要思考阴影在空间里面的这个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分量。对，这是教堂，都是教堂空间，然后他们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不同颜色的这个盒子，不同颜色的这个室内空间，然后我们只开上部的这个，在建筑里面我们开顶面开洞，它会带出来的这种美学的效果，黑空间的，然后白色的，然后还有安藤忠雄的灰色的空间，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效果。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光之教堂，从正面让光进到空间里面的一种效果。你看这个光之教堂，它这个光线啊，到空间来的时候，刚刚我们研究的是从这个顶面下来的这个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侧边开洞，然后让光线进来的一种效果。这个是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那你不觉得这个空间其实它还是有点昏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在空间里面游走。那我们把这个右边这边呢开一个窗，就安藤忠雄后来开窗，让室内更亮一点。但是你要发现，就是说这个十字，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它这个开的这个窗啊，外面那个阳光它不会打进来，它只有在就是下午快落日的时候就有一点阳光进来，基本上都是在看这个十字架在空间里面游走。为什么？因为右边的那个窗的，你看那个窗的右侧，它其实是一个一样大的墙，把这个阳光挡住了，不让阳光从那个大窗进来。所以安藤忠雄的这个光的这个教堂，它不只是开这个十字，它在旁边开大窗的时候，它还挡住了这个阳光，不让这个光线从侧边进到这个教堂，它只让这一个十字架进到那个教堂空间，让你感受到。然后这个教堂从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光线从右边慢慢绕到左边，因为这个是一个南向的窗，阳光是从南面进来，所以左边是东边，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东边照进来的时候，阴影这个光线就跑到右边，然后慢慢的再跑到左边去。所以它这个十字架是很神奇的，就是说你早上去的时候，光感受到十字架，慢慢的在中午游到，就是跑到中间，然后再移游到这个左边去，然后消失。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挺神奇的，就是说它的确利用光在空间里面游走，让你感受到光线。然后这个光线如果太暗的话呢，我们再加一点点室内灯，就一点点。所以安藤忠雄也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室内灯，让他感受到这个，就是里面如果真的太暗，就是这个阳光啊，如果真的是阴天或什么的，这个光线没有什么太阳的时候，室内就开一点灯。那平常不太需要开灯，就这个阳光跟旁边这个大窗进来，感受这个光线也可以。所以这个光啊，在空间里面游走，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个研究，的确是安藤忠雄他思考这个光如何在空间里面运用，不是只是开了一个窗，然后让光进来，而是这个光它跑的时候，我除了这个十字架我看得到之外，我旁边我如果要开窗的时候，我还要挡住这个太阳光，不让它进来。所以它的设计的确是为光来创作这个建筑作品。那同理，如果说我们今天创作我们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这个十字架，我们这个十字架在下面在空间里面游走。那如果我们是我们的一些我们的住宅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空间类别，我们可以创作是有纹理的呀，比如说像这样的纹理。那
这个纹理就跑到这个空间里面。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研究，就是说如果南面的这个窗户我换成另外一种纹理的样式的时候，它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就是创作出这种戏剧性的这种张力效果。就看你这个纹理这种 pattern 你想怎么设计。那当然，如果你要创作出戏剧性的光的变化，一定要在南面的这个窗的这个地方来设计，阳光会从南面这边照进来。当然，设计的时候，如果你要让人看到这个光的时候，你就得创造阴影，就是这个空间必须是一个黑盒子，必须是一个，就是这个空间必须是要一个，这个空间必须是一个暗的空间，你才能够看得到光，太阳光。那如果说我们开大一点这个窗，这个纹理也稍微细一点的话，会是这样子，空间整个就明亮起来了，然后感受到另外一种太阳，就是这个阴影啊，反而是这个阴影的部分变成是一个造型，一个图案，跟刚刚十字相反，十字是这个光的部分是十字，然后这个是阴影的部分是那个纹理。是那个图案在空间里面游走，所以我们在设计建筑、设计空间，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思考说我们想雕刻一个空间的时候呢，在南面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创造这个纹理，让你在你的空间中创造出这样子的一种戏剧张力。好，如果运用在空间上面的话呢，如果从侧面进来的话，如果这个空间是一个深色的空间的话，就是刚刚那个一样是刚刚这个 Peter Zundel 他的这个空间侧边这个入口的地方，它会有这样子一种光的效果。然后 John Paulson 在设计这个教堂的时候，侧边如果进光线的时候，就像这样的效果。只是它这个侧边进的这个光线，它不是太阳光，它是这个天光进来。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太阳光从这边进来的时候的一种效果，但是因为如果是南面光要进到这个空间的话，一样，我觉得白色这个空间，它如果是全部太阳光进来，的确会挺刺眼的。所以南面的光要使用的时候，要思考如何让这个光线进来，因为光线一旦进到空间，阳光太多的时候会挺刺眼的。那安藤忠雄的这个就很经典，它就是让这个十字架直接进到空间里面。好，就是这三种空间，三个刚刚的是这个是从这个顶面进到空间来的这种光线的，看到这个光的这种效果，这种光的力量跟光的美。那如果从侧面进到空间的话呢，在黑色空间、还有白色空间、还有灰色空间是这样的一种效果，也都很美哈。我们看到这个空间都很美。那记得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Stephen Holl 啊，他在设计空间的时候，他有没有设计运用这个光进到空间呢？有，就是我们就拿两个案例，就是一个是教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寓。它一样就是光进到空间里面，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光进到空间里面，它把很多的这个太阳光挡住。左边的这个教堂是部分的这个光，你可以看到是一点点进到这个空间来的太阳光，其他是天光。这个效果也是很特别，而且很舒服，甚至于这个墙的这个纹理也不同。然后右边的这一个空间，它创造出一个让你好像进到山洞里面去跟大家去这种交流的空间。在中午的时候，太阳会从上面下来，其他的空间、其他的时间，它光线因为开口的关系，它会被旁边的这个墙挡住，这样子。所以这个效果也是很特别，就是你到这个空间，你会感受到那个光跟建筑做的一种交流。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Stephen Holl 他创作的这个是其中他两个
作品，它有很多作品，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我们看了那么多作品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安藤忠雄他自己怎么样来说光的这件事情，然后在他的空间里面，然后我们来透过这个影片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光线在空间里面的这种美。然后这个光是不是真的有力量？然后光在空间里面带来了一种光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もう絶頂期の時に小さい教会を頼まれます。これが光の教会、後に光の教会という名前に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光の教会はですね、こんな小さい仕事はしたくないという人ばっかりでしたけれども、その中に一人、誰もしないのなら俺がやってやるという建設会社が出てきまして作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小さい教会です。6メーターの18メーター平面の教会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時に考えます。人間は全部平等なんだと。普通教会での上から牧師さんが下をこう見下ろす形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が、これは壇上になって牧師さんの目線と信者の目線が一緒なんです。その牧師さんの後ろに光の十字架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十字架から光が入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が作った時にこの十字架の中にガラスは入れたくないと。この光というのはローマに1965年に行った時にパンテウンというのを見ます。ローマのパンテウンは43メーターの球体の上に8メーターぐらいの開口部があります。この開口部にはもちろんガラスは入っていませんが、そこから入ってくる光を見て多くの人たちが生きてるということを、これから未来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この光によって考えさせるんですけども、私もこの上から入ってくる光を見てですね、よし、この光のように求めて生き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おりましたから、これが命だと思いましたね。光という命を見て、この光という命がローマのパンテオン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そして世界は大きいけれども小さいと。ローマのパンテオンのように光はまっすぐ自然の中に入ってくる、教会の中に入ってくる。みんなに反対されます。寒いじゃないかと、使いにくいと言われて今ガラスは入っていますが、いつの時代か自分が生きてる間にガラスは取ってや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光の教会に来ました牧師さんが出てきて、安藤さんガラスは取りませんよと言われますが、そのことを通してですね、自然と共に生きていくのは寒いこともあると、暑いこともあると、光が強い時もあるし弱い時も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いつも自然と共に生きていることによって地球の自然を体感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が、ちょうど同じ時期に北海道という一番足の寒いところに水の教会なるものを作ります。これはですね、ガラスがスーッと開くとですね、水の中に浮いてるように、そして雪の時には真っ白の中に十字架が浮いてるように作りたい。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ここに来たことが自分の心の中に永久に残っ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にしたいと。あれ見た時に20歳やったと、あれ見た時は40歳やったと。そして見た時に私は何か物事を先を考え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たことを思い出せるような教会を作ります。
一番新しい建物がブース・デ・コマースという建物です。パリのルーブルの向かいにあります。どこから見たらエッフェル塔が見えるんですね。エッフェル塔というのは1988年にできたもんですけども、このエッフェル塔は初めはこんな新しいもんいらんと言われたもんですけど、今パリに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ブース・デ・コマースもパリに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にしろと。ちょうどもう180年ぐらい前のもんですけども、ガラスの天蓋の下に円形の建物がありまして、約70メーターです。私はその下にねホールを作ろうと。その円形はメインホールにしようと。円形の周りをぐるーっと回っていけるような展示場があるというのは世界中にないと。同時に上を向いたらもう200年近く前のもの。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ローマのパンテオンが20世紀生き続けているように生き続け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人々の心の世界、人々の思い、人々の発想を次の時代につなげることによって魂の連続ができる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今ブース・デ・コマースは感染症で非常に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て入っ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ここに入るとお生きてると、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を感じるようにしたいと。隣のルーブルはものすごい作品の数がありますが、出てきてこのドームの中に入った時に生きてるんだと。その向こうに、現代美術の、聖書と言われてますが、ポンピドーセンターがあります。ポンピドーセンター、そしてブース・デ・コマースでルーブルと、その中にですね入ることによって我々は共に生きて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しっかりお互いに認識し合って、次はもう一歩生き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るように。好，那我们看完刚刚他的这个解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光在空间里面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能量，然后让你感受到。然后当我们如果想运用光的时候，就可以理解这个阴影的这个部分在光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说这个你曾经被这种建筑感动过的这种空间，会在你的生命留下来，然后让你觉得这种活下去是很美好的，人生是很美好的，有梦想是一种很美好的。那最后呢，我们看几句这个安藤忠雄他这个鼓励大家的这种他说的话，他说就算规模很小，我也想要创作出对全世界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就是他成为建筑师的这种起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也有这样的理想，就算是我的作品再小，或者就算我的工作再小，我也可以做出对这个社会环境有帮助的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然后安藤忠雄说，在我所有作品中，光线是最重要的控制因子，所以在我们的创作中，你最重要的这个控制因子是什么？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命中呢，你最重要的这个，你最拿手的工作是什么？你的这个生活中，你最重要的，你认为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这种思考，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也好，或生活中，什么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最想要去实践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是我们在创作中最重要的这一个控制因子。然后再来，如果给人们虚无，人们能够从中思考虚无可以实现什么？
就是你看安藤忠雄，他这个建筑，他给你的不是一个他我们所谓的这种建筑很美，或者这个建筑是很伟大，这个建筑是什么？他没有，就是这个建筑就像它的这个空间一样，它都是灰色的，你这个家徒四壁，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装饰，都是清水模。这种虚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更多。所以，如果给人们虚无，人们就可以从中思考这个虚无可以实现什么。那在我觉得，我认为这种虚无建筑里面的这个最高的这种境界跟想法，其实就是宁静跟虚无。我认为宁静跟虚无是建筑里面带给人的最高的这种建筑的美学。之后我们可以再研究哈，再探讨这个部分。安藤忠雄的这个光的这个力量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光在空间里面跟时间的这种移动，然后让你感受到？那我们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了解到这个光呢，然后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光在空间里面的移动，然后带来的这一种效果，然后从顶面或者是从侧面进来的光线的这种效果，在我们在思考在我们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件事情。那还有刚刚说的这种阴影，就是说不只思考光线，还要思考阴影。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主题。那下礼拜呢，我们要研究另外一个主题了。那下礼拜呢，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我们来研究另外一种美学，是从这个元素、空间不同元素组合而成的，然后把这种空间元素呢拆解之后呢，再重新组合成一种惊艳的场域。下礼拜我们要来讲这个雅布 Pushberg 他们两个很厉害的这个设计师哈，的作品，他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室内建筑空间，然后各类的空间，他们几乎都设计了住宅啊、住宅、商业空间、酒店，这个餐厅，然后商店，然后他们又有人说他们是教父级的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很厉害的这种大师。那我们下礼拜来看他们怎么把这个元素空间元素拆解之后，把不同的这个元素呢设计，然后诉说他们的这个空间里面的故事，然后组合出一个很惊艳的一种空间场域。那我们下礼拜期待我们继续来研究空间美学，然后学习不同的设计手法。我们下礼拜见。